一个1.93米身高的中锋不去禁区充当桥头堡，而是像1.70米的前腰一样踢球，四处游移，避免接触。他还不是伊布，而是切尔科泽。这样踢球给他带来什么？我是足球人物区老新人足球司机涵。本期视频我们一起聊聊拧巴的切尔科泽。作为荷兰小有名气的少年天才，切尔科泽几乎没有缺席过荷兰的各级别优子号国家队，有身高，有技术，加上肤色和发型，简直是一个小古利特。隔壁的拜仁一看有这样的潜力股，马上开动挖掘机，在切尔科泽16岁的时候就把他带到了慕尼黑。很快他就得到了机会，在2019到20赛季，由于一线队除了莱万又没有正经的中锋，18岁身高1.93米的切尔科泽就被调到了一线队，效率竟然很惊人，出场9次，仅有3次首发的情况下就打进4个球，还有1个助攻。甚至在第一场德甲对弗莱堡的比赛中，90分钟替换库蒂尼奥上场，92分钟就取得反超的进球。在第二场对狼堡的比赛中，又是他83分钟换下库蒂尼奥，86分钟又进1球。1周时间出场12分钟，8次出球，2个进球，库蒂尼奥的心都沉入了谷底。切尔科泽自信满满，我就是下一个莱万，什么9分钟5球，30秒拿13分都有可能。我要穿着巴伐利亚皮裤成为拜仁名宿。事实上，此时的切尔科泽就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情况。按照一般状态，在德甲能有超高效率，在他的主要战场德丙不得降维打击起飞了。但在同时期打德丙的他却14轮1球未进，咋地啊？只会打高端局和开场局啊？但后面的经历似乎证明，切尔科泽善打高端局可能也是种偶然。在接下来的20到21赛季，切尔科泽只为拜仁上场了3次，总共加起来不过91分钟，也没有任何数据。关于他的新闻，只有在德丙对慕尼黑1860的比赛中，第27分钟踩踏守门员被红牌罚下，并停赛3场，屋漏偏逢连夜雨啊！随后被租借到意甲帕尔马准备长长经验，结果又因为腰部肌肉疼痛和内韧带损伤，几乎在病床上躺平了整个租借期。回来后又在热身赛上思考人生，在空门的球迷线上被断，成为比肩巴洛特利的名场面。有人说，证明这次脑袋短路式的思考人生断送了切尔科泽在拜仁的前途。但实际上，拜仁放弃切尔科泽，一个是因为他在场上太懒散，一个是因为他在场上太游离。拜仁是把切尔科泽当中锋用的，1.93米的身高，又有拿球分球的能力，如果能顶在禁区里作为桥头堡，让莱万多歇歇，不用切尔科泽怎么进球，拜仁都会有他一个位置，提供大量的机会。譬如这几年的13项舒波莫廷，但切尔科泽空有1.93米的身高，却像拒绝黄赌毒一样远离对抗，就喜欢回撤，避免身体接触，把自己当做一个前腰用，给自己定位成古利特。但拜仁这个位置的竞争是多激烈啊！历史级别的穆勒都小心翼翼，时不时被挑战挑战，地狱级难度啊！而且喜欢绅士回撤的切尔科泽又比较懒，把自己当核心，希望身边的大佬们围绕自己转，抢下球交给自己，让自己直面一传。不仅把自己当前腰，还把自己当成不需要防守和压迫的古典前腰。拜仁这样高度强调跑动和高位压迫的球队，会有你的性子来，就像你刚到小米入职就要干雷军的活，所以改变公司的战略方向不说，还要让雷军给你打下手为你服务，多多少少有些不识抬举了。更何况拜仁也给过他机会，也证明他并没有当雷军的能力。于是切尔科泽就被外派支援兄弟企业租借到比利时安德莱赫特了。拜仁给不了的，安德莱赫特倒是真可以给，而且联赛水平对于切尔科泽来说也游刃有余。于是一个赛季，切尔科泽交出了47场18球13助攻的成绩单，凭借这个表现是可以回到5大联赛的。但拜仁自然是不要想了，意甲的博洛尼亚就成为了他的新东家。博洛尼亚主教练米哈罹患白血病，很快换了莫塔，很有想法。在2018年退役之后，担任巴黎圣日耳曼 U19 青年队主教练的时候，就一直钻研改进自己的272阵型。这个272指的是从左中右的方向来看，球场两侧各有2名球员，而包括门将在内的7名球员贯穿前后场。战术核心就是两边阵地拉开，中场反复上下纵向拉扯，前锋大幅度后撤，中场大幅度前插，主打就是把对方的对位防守扯个支离破碎。切尔科泽这种名义上是中锋，但是深度回撤的踢法恰好正符合莫塔的要求，而且切尔科泽回到中场的护球、拿球、突破、传球能力真的有。接话法虽然达不到拜仁的要求，但是满足博洛尼亚的要求啊。而莫塔又给了切尔科泽特权，允许他随便跑，几乎就是前场自由人，这可让切尔科泽踢爽了。
虽然在波洛尼亚第一个赛季有阿瑙托维奇压着只能做轮换，但23到26赛季熬走了阿瑙托维奇之后，立刻成为主力，37场12球7助。最重要的是，切尔科泽还有8张黄牌，更有一个让人想不到的数据，场均0.91个抢断，让对方后腰瑟瑟发抖啊！谁知道这场被抢断的是不是自己？他扑上来了，赶紧开大脚吧！一个喜欢后撤、懒洋洋的前锋，极大骚扰了对方的进攻组织。不得不说，莫塔对切尔科泽态度和战术纪律的改造是相当成功的。而波洛尼亚也历史性的提前锁定了欧冠参赛资格。不过，在足球世界，取得成绩的中小俱乐部立刻会引起豪门的觊觎。切尔科泽就被好几个俱乐部盯上。AC 米兰本抢占了先机，个人条款都已经谈好，结果经纪人要求自己的佣金要1500万欧。而 AC 米兰只愿意出800万欧，曼联便趁虚而入。而在为曼联出场的第一轮联赛中，替补上场就进球，又让人看到切尔科泽刚进入拜仁一线队的样子，气得曼联球迷跑到拜仁评论区感谢老铁送来的3分。但切尔科泽1.93米的身高，却喜欢像1.7米前腰一样踢球的风格，躲着踢，是否能适应以拼抢激烈著称的英超，还真需要观察。而切尔科泽的终结能力也并不出色，空中对抗能力也对不起这个身高。一旦在中场被重点照顾绞杀，很可能会很失意，是再度昙花一现，还是已然磨砺成风？我们拭目以待。我是足球司机涵，客观看足球，理性扒真相。如果你还喜欢这样的视频，不妨关注点赞，咱们随时聊。